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鹏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追踪震惊硅谷的姑姑华人工程师陈立人的杀妻案。但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盯着凶手，而是把镜头对准一个对本案至关重要却始终被模糊处理的最具争议的第三者。他就是陈立人的前女友蒋梦青，也是贯穿这场凶杀案始末的最大的变量。他靠着跟陈立人分享2万字的小作文，一路从初恋讲到灵魂，从情感的纠结讲到了命运的交错，看似温情的回忆救赎爱情，实则刀光剑影。他不是凶手，但是却是比凶手更致命的那个人。2万个字就像2万把火柴，成功点燃了陈立人人格当中最变态的角落，成为了压垮陈立人于玄一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一场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彻底推向了崩塌和死亡。我是阿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拨开蒋梦青小作文背后的真相，把这个看似最无辜的人还原成他应该有的模样。在陈立人杀妻案的庭审当中有一个细节正在悄悄的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他的分量。检方在庭审当中询问蒋梦青为何在2023年10月重新联系陈立人的时候他回答说自己结束了与前未婚夫，也就是袁文涛长达5年的恋爱关系，并且恢复了单身，是因为在婚礼前夕他发现了袁文涛有嫖娼行为，并补充说当时他知道陈立人已经结婚，并向陈立人表示过自己无意复合，只是希望能够好好告别。这句话听起来云淡风轻，但是蕴含的信息量却是爆炸级别的。我们来一层一层的拆解一下。第一层意思，我和袁文涛分手了，我恢复了单身，所以我有资格联系任何人。这句话看似在划清界限，其实是典型的认知合理化和责任转移。心理学上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道德非议的事情，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主观的动机的时候，就会本能的去找一个听起来无害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蒋梦青表面上看似在说我情绪崩溃，我想找人倾诉，但内里却是在强调我单身，所以我可以联系任何人都没有问题。我只是发了一封信，打了一个招呼，是陈立人自己控制不住，我不存在身体的出轨，连精神的出轨都算不上。这正是把行为合理化进行责任甩锅的典型话术。可问题是，合法的不等于是合理的。蒋梦青联系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已婚男人，而且这个已婚男人还是他的前任，还是他曾经深爱过的那一个。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一个刚刚从感情废墟里爬出来的人，不是去找心理医生，也不是去找闺蜜，而是直接爬回了当年熟悉的战场，嘴上说着不打仗了，心里还是背着武器。从关系伦理的角度看蒋梦青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第三者，但道德上在这场杀妻案当中，他从来都不是局外人。他虽然没有身体的出轨，但是他却用旧爱撕扯、情绪投喂、话语记忆，一直在陈立人和于玄一的婚姻边界上游走试探。陈立人杀妻案的导火索之一，就是他反复的对比现任的妻子与蒋梦青之间的差距。这种情绪不是陈立人自己凭空生成的，而是被刻意的唤起的。而唤起他的正是蒋梦青源源不断的送去的那些满载回忆和遗憾的情绪炸弹。蒋梦青不是精神出轨，他是在精神钓鱼。他的自由是在对方的婚姻里边撬开裂缝的自由，是在提前预设好免责条款的前提下试探越界和精准的情绪投放，是高端绿茶女的情绪操控。第二层意思用暧昧来治愈伤痛、心理补偿和自尊的修复。在庭审当中蒋梦青说，我联系陈立人的时候不是为了复合，只是想告别，并且他补充说他知道陈立人已经结婚。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明蒋梦青不是误闯，而是有意，是典型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你把这句话和他当时的情感背景放到一起，就会发现他其实是想借用陈立人来找回自己的价值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感情挫折，可以说是感情背叛。他的未婚夫袁文涛嫖娼，注意这里不是劈腿，不是暧昧，是明码标价的叫了小姐，消费了蒋梦青对婚姻的所有幻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呢？他5年的感情投入，
一朝一夕之间，在所有人的面前变成了笑话。他曾经以为会穿上婚纱的那个人，转身却跑去嫖娼。这对于一个高知女性来说，不只是被抛弃，更是被羞辱、被物化、被贬低、被彻底的否定。作为一路走来许多舔狗和备胎心目当中的白月光，蒋梦清迫切的需要恢复我是值得被爱的这种信念的确认。而谁能给他这个确认呢？不是新朋友，更不是陌生人，而是那个曾经深爱过他，至今对他念念不忘的旧情人陈立人。他要在陈立人的眼里看到，他还是那个让陈立人心动的人。虽然陈娶了别人，但是就是忘不了他。就算陈立人的婚姻崩塌，他依然是陈立人理想的模样。这是一种高等级的心理补偿机制，心理学上叫做投射性价值修复。一个人在新欢那里受伤，却撩拨起了旧爱，看着旧爱为他动心，为他痛苦，为他沉沦，来确认自己仍然是值得被爱的。于是我们都看到了无意复合，但却有2万字的情绪投放，只是道别，但却在机场含泪拥吻。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拥有陈立人，而是赢回被另外一个男人偷走的那份自尊。第3层意思，高段位的操控者，补刀前夫哥。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句话：我联系陈立人是因为我恢复单身了。我的前未婚夫袁文涛，我们交往了5年，但是在婚礼前夕我发现他嫖娼。听起来像是一句背景补充，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多么的有心机呢？别忘了，这是一场陈立人的杀妻案，被告是陈立人，受害者是于宣一。所有的媒体、公众、社交平台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案子的本身上面。可就在舆论的核爆中心里面，蒋梦清却优雅克制的巧妙的利用了这个平台，扔出了一颗新的炸弹。他让一个和案件毫无关系的男人袁文涛直接射死。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场合提到袁文涛的黑历史呢？没有人问他细节，他没有必要说出袁文涛嫖娼这2个字。他完全可以说我跟袁文涛关系破裂，理念不合，婚约取消了。但是他没有，而是他选择了在全美所有的中文媒体聚焦案件的时候，在人们正在吃瓜愤怒转发挖背景的时刻，丢出了袁文涛最致命的隐私——嫖娼。而且是在婚礼前夕5年的感情。蒋梦清没有开微博，没有挂朋友圈，没有开贴爆料，他只是在法庭上用一种我也是被动的受害者这样的语境，轻轻地说了一句他嫖娼。从此袁文涛的名字永远和嫖娼和谷歌工程师杀妻案捆绑在了一起。你是富二代又怎么样？你背叛我，我照样手刃你。所以最狠毒的报复从来都不是怒吼，更不是现场扇耳光，而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最平静的语气干掉你的名声，让你一夜之间掉入深渊，让你和你的家族蒙羞。你让我在床上哭，我就让你在社交平台上跪。这就是蒋梦清做的事，他用一个男人的社死祭奠了另外一个男人的疯魔。就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你说说他的绿茶到底是什么年份和段位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阿鹏。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新的一期，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让陈立人宁可杀妻坐牢，也不肯离婚放手重新开始？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毁掉一切呢？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为你揭开。敬请订阅阿鹏频道，感谢您的支持，下期再见。